玉骨遥又步入了余生请多指教的那种模式。从暑假开始，每个月都会有爆料称玉骨遥将要被定档播出。遗憾的是，这些个业内的预言相继碰壁。与其关注这些不靠谱的预言，还不如看看玉骨遥原著朱颜，为追剧做一番攻略，也许会发现一些惊喜呢。朱颜中石影第一次登场，会是在那么一番景象呢？借助玉骨之力，他幻化出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傀儡。就在他凌空不成之际，他一头撞上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石影。苍月这样描述石影：荒漠暴雪之夜，一个打伞的年轻男子从黑暗中走来，轻飘飘地站在了他的面前。地理环境贫瘠而恶劣，然而就在荒凉之地，一个年轻男子晃入镜头，他轻飘飘地现身，飘渺而灵动，有仙人之姿。苍月紧接着近距离观察他，一袭白袍在眼前飞舞，袍角上绣着熟悉的云纹，赖赖的雪花落满了那一把绘着白色蔷薇的伞，伞下是一双淡然的双眸，正俯视着狼狈跌坐在地上的他，微微蹙起眉头。他一身的白衣胜雪，九夷山不但和西荒千差万别，地理上也是千里迢迢。他飘然而至，竟真的和神仙一样，空幻而绝妙。一段文字里，苍月2次描述石影的眼睛淡然冷彻，但玉骨遥的剧照中，肖战饰演的石影淡而不冷，气质上呈现出来的绝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。尤其是肖战的眼睛，一潭深水一样，也如寒夜的星子，内敛而深情，似有千言万语欲诉还休。肖战的石影在眼睛上和朱颜中的石影神似，朱颜中的石影是美人尖，肖战的石影也有美人尖。读了这段文字，美人不相信肖战没有读过朱颜吧？两人真的一个模子，里里外外都如出一辙。肖战善于学习，愿意在拍戏前投入时间精力去做准备。作为粉丝，你看到苍月的描述会有哪些感触吗？你觉得肖战对石影的还原度高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